話說喺1964年，美國新墨西哥州索科洛鎮曾經發生過一單外星飛船同埋外星人嘅目擊事件，當時轟動一時，被稱為索科洛事件。呢次目擊事件有一個可靠嘅證人，事發地點仲有外星飛船同埋外星人遺留落嚟嘅證據，而其中最重要嘅係，目擊者清楚咁見到外星飛船上面嘅圖案標誌，佢嘅證供亦流出咗，仲詳細咁描述咗呢個外星標誌。咁究竟呢個外星標誌係代表外星人嚟自嘅星球，定係佢哋嘅國家，或者係佢哋嘅文明嘅標誌？大家好，我係麥路人。如果你想聽更多關於外星人或者奇人怪事嘅故事，歡迎撳一下下面嘅小鈴，訂閱我嘅頻道，咁樣就唔會錯過更多精彩有趣嘅故事。今日故事嘅主角係一位警官，佢個名叫做朗尼·薩莫拉。喺1964年4月24日下午4點45分，美國新墨西哥州索科洛鎮南邊嘅85號公路上，州警薩莫拉停低咗架警車喺度休息。呢個下午好平靜，天氣好好，陽光充足而帶有微風。薩莫拉正喺度享受緊佢嘅短暫寧靜。突然間，佢發現咗一架超速嘅汽車喺佢面前快速咁樣行駛，於是佢踩緊油門，控制住架警車追咗上去。喺警車同汽車追逐嘅期間，佢聽到遠處傳嚟一陣爆炸聲，聲音震耳欲聾。薩莫拉於是停低架警車，四處張望，發現遠處有一個強烈嘅光，好似燃燒嘅火焰，光源離地面好近，閃爍住刺眼嘅光芒。當時薩莫拉心中有一啲恐懼，覺得可能係附近小型飛機嘅墜毀，或者火藥庫嘅爆炸傳嚟嘅聲音。於是乎，佢一邊向總部報告，一邊駛向發光嘅地方。薩莫拉駕駛警車到發光光源嘅附近，嗰個地方係一片小沙漠，四周荒涼而寂靜，只有風聲喺佢耳邊吹過。佢喺一個山脊處停低咗架警車，眼前嘅景象完全讓佢驚呆。根據佢嘅口供記錄，佢見到遠處有一個光亮嘅橢圓形金屬物體，大小就好似架汽車，而且表面光滑如鏡，仲反射住夕陽嘅餘暉。根據佢嘅描述，呢架疑似外星飛船嘅物體下面有類似4個腳架支撐，可以穩穩咁企喺地面上面，就好似阿波羅登月艙一樣。薩莫拉繼續企喺一邊，仔細咁樣觀察，發現物體附近有2個好似人形嘅生物，佢哋嘅身形比一般成人嘅人類要細小，大概就好似同一個10歲嘅兒童差唔多。呢個人形嘅生物穿着住銀色嘅緊身衣，而且動作敏捷而輕盈。薩莫拉見到眼前離奇嘅景象，就即刻打電話向總部報告。而報告嘅時候，亦因為緊張，身體同埋聲音不其然咁樣喺度震抖。就喺佢向總部報告期間，佢突然間聽到一聲砰嘅聲音。當佢再次觀察嗰件疑似不明飛行物體時，嗰2個人形生物已經唔見咗，推測佢哋可能已經走返上嗰個金屬物體裏面。薩莫拉當時心中充滿疑惑同埋恐懼，但佢仲係鼓起勇氣繼續向前行。嚟到距離疑似不明物體金屬物20米左右嘅地方，佢睇到疑似不明物體金屬物表面上有一個奇怪嘅符號。根據佢嘅描述，奇怪嘅符號係咁嘅樣，喺一個弧線下面有一個向上嘅箭嘴，最下面仲有一條橫線。呢個符號睇起嚟既陌生又神秘，係薩莫拉一生人都從未見過嘅。
突然間，疑似不明物體金屬物下方噴出藍色嘅亮光，藍色嘅亮光就好似火焰灼熱而耀眼。薩莫拉感到一陣灼熱嘅氣流撲面而嚟，佢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喺佢心目中只有恐懼，自然反應就轉身向遠處逃開。喺慌亂嘅時候，眼鏡亦都跌咗落地下，佢慌忙執返起副眼鏡，就遠遠跑開。當佢再次觀察時，佢睇到嗰個不明金屬物體已經飛起咗，並喺低空橫向飛行。根據佢嘅描述，呢個飛行物體喺飛行嘅過程中並冇發出任何嘅聲音，就好似唔需要引擎驅動一樣。因為薩莫拉曾經向總部請求過支援，第一個趕嚟嘅係佢嘅州警同事。佢州警同事見到薩莫拉嘅時候，發現佢面色蒼白，仲顯得非常之驚慌。薩莫拉向佢描述咗自己嘅經歷，州警同事仲以為佢喺度玩佢，同佢講緊笑。但當佢睇到薩莫拉認真嘅表情同埋語氣，就估到佢唔係喺度講緊笑。於是兩人就一齊上前調查。喺事發地點，佢哋發現咗有4個凹陷嘅痕跡。薩莫拉指住凹陷嘅痕跡，並描述呢啲痕跡係由不明金屬物體4個支撐架留低嘅。喺附近，佢哋仲揾到一啲沙融化咗，變成玻璃狀物體。呢啲玻璃狀物體喺陽光下閃閃發光，顯得異常奇特。同時，佢哋仲喺地下發現咗啲腳印，呢啲腳印比正常成年人類嘅腳印要細小得多，估計係嗰2個不明嘅人形生物所留低。後嚟有更加多嘅支援到達，警長到達後做咗個仔細嘅調查。喺現場中心嘅地方有一處灌木。雖然上面仍然散發住煙霧或者蒸汽狀嘅物質，但觸摸起上嚟嘅感覺就好涼。而灌木旁邊嘅草叢睇嚟而有輕微燒焦過嘅痕跡。同樣地，警長亦都觀察到嗰4個凹陷，亦都做咗詳細嘅記錄。呢啲凹陷嘅直徑大約有4.5英寸，深度大概3英寸。印記嘅周圍仲有啲類似人類腳印嘅痕跡。呢啲痕跡嘅中間係一個好細嘅月牙形。經過多次嘅現場仔細勘測，州警嘅調查記錄都確認事發現場留低嘅痕跡非常新，而着綠嘅痕跡所包圍嘅灌木亦冇受到任何嘅傷害。可惜嘅係，由於調查地點比較偏僻，冇其他車輛嚟過，並冇其他嘅目擊者，但參與調查嘅人員與薩莫拉嘅品行、為人睇法上都有共識，都一致認為佢係一個正直嘅人，並唔係一個會製造如此謊言嘅人。後嚟，警長將呢件事報告咗俾聯邦調查局 FBI， 為咗多方面了解事件嘅真實情況，聯邦調查局 FBI 開始咗長期嘅調查。離奇嘅係，冇幾耐，唔單止係聯邦調查局，就連美國嘅陸軍、空軍都各自參與咗今次事件嘅調查。可見事件真係撲朔迷離，但亦有一定嘅事實依據。呢次嘅事件除咗引嚟軍方嘅關注，仲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專家、個人亦紛紛去到索科洛小鎮調查，甚至有荷里活電影公司亦都嚟到索科洛小鎮進行勘測調查。其中一名調查員喺結束調查離開小鎮嘅時候，喺鎮上嘅加油站同營業員閒聊。加油站嘅營業員回憶，喺薩莫拉目擊金屬不明飛行物體嘅同一天同一時刻，加油站嘅一名顧客都目擊到奇怪嘅不明飛行物體。佢以極快嘅速度飛過低空，而且經過佢嘅車頂上面。加油站營業員仲形容嗰個顧客顯得異常興奮，滔滔不絕咁同加油站營業員描述自己見到嘅奇怪不明飛行物體。當時加油站營業員仲反問顧客係咪只係見到直升機，
但顧客強調見到嘅絕對唔係直升機。喺對話結束後，顧客自己就駕車離開。調查員亦追問加油站營業員有冇目擊到奇怪嘅飛行物體。可惜嘅係，加油站營業員當時正喺店裏面工作，所以冇目擊到事件嘅發生。而關於嗰名嘅顧客，佢只係記得佢嘅車牌並唔係新墨西哥州嘅。可惜調查員最後都冇揾到嗰個顧客，而得到更多嘅信息。事件亦吸引到民間嘅專業調查，有民間大學嘅工程師對降落嘅痕跡進行咗分析，並宣布咗佢嘅調查研究結果。結果顯示泥土嘅凹陷痕跡嘅大細同埋深度符合薩莫拉所描述嘅金屬物體估計嘅重量。現場調查嘅凹陷痕跡形狀亦都與目擊者嘅證供所描述相符，咁亦都證明咗事發地點確實留低確實嘅證據。由於今次嘅事件帶嚟嘅影響，令平日嘅索科洛鎮因為咁而變得熱鬧起嚟。大街上唔缺少廣播電視嘅採訪記者、荷里活電影公司嘅工作人員、民間嘅調查員，仲有政府官方派出嘅調查員。而事情嘅發展並冇好快咁歸於平靜，全美國各地嘅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機構都各自派咗調查員去咗索洛科鎮進行勘測同埋調查。因為除咗事發地點嘅痕跡證據，薩莫拉係唯一一個目擊證人，所以唔少嘅調查員都主動去揾薩莫拉進行採訪同埋調查。因為咁，薩莫拉不得不犧牲大量嘅時間去應酬。薩莫拉尤其討厭傳媒、電影公司同埋所謂不明飛行物體研究機構嘅調查員。佢唔願意配合佢哋，亦都因為咁，佢受到好多人嘅質問同埋指責。其實薩莫拉內心希望呢件事只係美國嘅軍方秘密武器嘅實驗。如果係咁，事情就有一個好嘅解釋，事態亦都好快會回復正常。佢亦唔再需要受各方面嘅指責同埋壓力。由於今次不明飛行物體嘅事件只有薩莫拉一個目擊者，關於不明金屬飛行物體同埋人形生物嘅民間調查，最後只能不了了之而被終止。由於薩莫拉係一位非常認真嘅警官，佢嘅證詞冇被官方否認。索科洛不明飛行物體事件係一個非常特殊嘅第三類接觸案例，有可信嘅目擊證人，目擊時間係白天。目擊者離不明飛行物體非常近，仲出現咗兩個人形嘅生物，目擊地點仲留下相應嘅痕跡。最後喺美國空軍藍皮書計劃調查機構報告中俾出嘅調查結果係咁，冇喺薩莫拉附近發現其他嘅目擊者，嗰個區域冇出現任何被識別出嘅直升機或者航天器，冇異常嘅氣象，亦冇雷暴。雖然大風，但天氣非常晴朗。喺薩莫拉嘅目擊現場，除咗淺淺嘅凹陷之外，並冇發現其他嘅痕跡。對土壤嘅分析顯示，周圍嘅區域冇發現任何異物或者輻射。對周圍燒焦咗嘅灌木進行咗實驗分析，顯示冇化學遺留，冇證據表明物體可能對美國機構安全威脅，冇證據表明物體嚟自外太空。上述調查結果嘅總結，其實同近代外星飛行物體同埋外星人目擊事件都係差唔多，最終嘅結論都係冇證據表明目擊嘅事物或者人形生物嚟自外太空或者存在外星嘅生物。有一個非常出名嘅天文學家艾倫海尼克博士曾經為今次嘅事件有所表態。天文學家艾倫海尼克博士嘅背景一啲都唔簡單，佢因為對不明飛行物嘅研究而聞名於世。艾倫海尼克博士曾經喺美國空軍服務超過數十年，曾經主導3個不被公開嘅外星不明飛行物體嘅研究計劃工作，例如信號計劃、怨恨計劃同埋藍皮書計劃。
而今次美國官方嘅藍皮書計劃，佢都有份參與。佢喺往後曾經接受調查機構嘅邀請而爆料，佢曾經審核咗有關呢件事嘅所有情況。佢而家有咗一啲同美國空軍嘅調查報告結果有唔同嘅睇法。艾倫海尼克博士認為，出現喺呢件事嘅不明飛行物可能真係嚟自外太空，係外星人嘅飛行物。而當中，佢認為整個目擊事件最有價值嘅線索，就係不明飛行物體表面上留低嘅標記。呢個標記到底代表咗啲咩？究竟有咩潛在嘅意思？係代表外星人嚟自嘅星球，定係佢哋國家或者宇宙嘅文明標誌？雖然好多專家不斷尋找線索，試圖揭開謎底，但最後都冇成功。事件嘅矛盾嚟自薩莫拉自己嘅證供，因為佢喺事件發生1年後，曾經修改過佢嘅證供。佢話當時其實有聽到不明飛行物體飛行時發出嘅聲音，推翻咗當初所講嘅不明物體飛行時完全冇聲嘅講法。除此之外，佢仲提到不明物體起飛時並冇發出如佢當初證供所描述嘅火焰光亮。呢啲證供都同佢之前所講嘅有所唔同。佢仲話見到塊岩石因為不明物體起飛嘅時候嘅高溫而融化，但美國空軍嘅現場調查並唔支持有發生過呢件岩石融化嘅事件，亦揾唔到岩石融化嘅痕跡。另外，美國空軍嘅報告仲指出，灌木中分散嘅燃燒痕跡同薩莫拉描述嘅情況亦唔相符。不明物體留低嘅降落印記，亦都受到佢哋嘅質疑，因為從印記嘅位置睇，說明不明物體嘅降落架並唔係對稱嘅。不明物體如果咁樣降落，有機會失平衡而跌倒。喺事件嘅多年後，亦有一班學生承認咗今次嘅外星飛船事件係佢哋嘅設計嘅惡作劇騙局。學生喺地下用上佢哋學校嘅化學教室嘅材料，焚燒附近嘅灌木，仲有偽造土壤嘅外星飛船登陸痕跡。橢圓形嘅白色飛碟嘅材料，其實係大熱氣球同埋蠟燭，甚至開超速汽車引入薩莫拉州警去到事發嘅地點，目的係俾佢見到嗰次外星飛船。學生多年後對薩莫拉後嚟嘅遭遇嘅身心困境同埋損害感到非常抱歉，而且良心亦都受到譴責，亦曾作出公開嘅道歉。呢次事件裏面嘅薩莫拉巡警，佢喺外星飛船目擊事件2年後，因為嗰次事件嘅困擾同埋社會壓力而辭咗警察嘅職務，轉咗去加油站工作。因為當時好多媒體質疑佢同市長串通偽造呢次騙局，目的係規劃一塊龐大嘅土地未來發展同埋開展當地嘅觀光旅遊業務。而後來當初唯一嘅目擊者薩莫拉亦都喺2009年11月2日過身，享年76歲。有人懷疑呢次外星人同不明飛行物體接觸事件只不過係一個人為炒作，目的係提高索科洛鎮嘅旅遊收入。咁到底薩莫拉係真係遇到外星人同外星飛行物，定係呢個只係一個人為製造嘅事件呢？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觀點。未來我會講解更多關於外星人或者奇人怪事嘅故事。歡迎撳下面嘅小鈴訂閱我嘅頻道，仲有俾個 like 我，或者留言俾啲支持與鼓勵，推動我繼續製作新影片同埋故事。